同学们好，心架一路，白鹅亮翅。好，正常方向。金刚倒对。好，小肚立圆，走顺产，螺旋领拳，撑拳发力，放松，继续螺旋，双利掌合于身前中线。松左胯，重心右移，两手双逆缠对拉外蓬打开，同时摆左脚脚尖。再松右胯，重心左移，左手顺缠，右手顺缠，上领下合，提膝，开步合手。好，松左胯，当走后弧，重心右移，摆掌上蓬。好，踮脚跟步，两手顺势对拉打开，螺旋，重心放松下沉于右腿，左脚虚步点地。身法微向左螺旋，右手合于右膝上方，左手按于左胯间，放松相合。好，对侧看一下，金刚倒对，变白鹅亮翅。好，螺旋，松左胯，撑拳，领掌立圆相合，摆掌对拉外蓬打开摆脚尖，重心左移。领左手，左手顺缠，右手顺缠，领右膝提腿，开步相合。松左胯，摆掌上蓬，踮脚跟步，虚步点地，两手对拉打开，螺旋放松，自然下沉。白鹅亮翅，身法微向左斜前方45度，右手合于右膝，左手合于左侧胯间。好，这是白鹅亮翅的动作外形。下面跟同学们讲解动作细节。在练习白鹅亮翅的过程里，大家可能发现了，4个方向的动作在练习出来之后，它的身法好像就是一个进步的懒扎一，然后加上了一个上部根部的螺旋下沉。实际上重点就是在这儿。很多老师可能也知道啊，每次到了金刚倒对以后，咱这2天学习的内容也发现了，只要有了力圆，它一定会通过远近来去用小肚丹田带动手去运行。那么但凡出现这种问题了，咱都要想想小肚的力圆在心架当中是平面还是整体，这是一个重要的点。我们只要有金刚倒对转化向外撑拳，它一定是一个整体力圆。光靠小肚平面力圆就像咱们之前说的，你手只能从这儿画这儿，走一个平面圆。所以咱从这个方向看，小肚的运动弧线是先松左胯向上提，再合右胯往下放。小肚走了一个在左侧的力圆下沉外蓬，带动咱的这个合手，松沉向外发力的动作。当然在动作讲解的时候，咱们是先发力，发完力之后，然后再顺势去松胯螺旋领掌。它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断，对吧？所以第2个细节就跟大家去强调，自己在练习套路的时候，能把劲儿连一起，咱就把劲儿连一起，千万不要断劲儿。为什么呀？因为你看你一断劲儿，啪，撑完以后，然后再松左胯，这个地方其实就像咱之前讲的，小肚螺旋它是整圈，不可能是从这儿到这儿半圈，到左边难道就不继续画圆吗？肯定得继续画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个整圈做的连贯起来。那么撑完右拳以后，借助这个筋膜的回弹，领手螺旋相合立掌，把身法上撑完拳之后身法产生的力圆，通过这个小肚和身体的这个筋膜的弹抖打出去，弹回来，顺势接下弧线，领掌相合。你看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可能也发现了，哎呦，这跟懒扎一的这个变化这么像，对不对？其实它跟懒扎一的变化是一样的只是咱要再强调一次，小肚带动撑拳发力，它的力圆一定是整体，这是其一。其二，整体的螺旋它一个圈，我们上半圈是螺旋向下沉发力，下半圈靠筋膜的弹抖螺旋带动小手力圆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在练的时候，对于力的这个变化感知的再清晰一些，这是其二。最后
咱们的这个摆脚上部，咱们从正面看一下，它在这个地方呢和懒扎衣不一样的点就在于，哎，我合到这儿之后啊，继而再松左胯，摆左脚脚尖。摆左脚脚尖的目的是什么？在老架一路的教学当中，跟老师们强调过很多次，摆脚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下一次的上步方向啊。所以左脚尖向左侧斜45度摆脚，那么重心在当走后弧左移，右膝领合左胯，开步相合，将懒扎衣、白额亮翅这种相似的动作，开步方向转化为右斜前方45度。哎，到这儿了，你看，咱本身从一个侧步的白额亮翅，通过一摆脚尖，是不是就形成了进步的白额亮翅，对吧？所以新架一路当中小技巧就在这儿，进步进的不顺，就看看左脚脚尖有没有摆到正确的方向和位置啊，这是个小细节，不大。好，两手再相合之后，再松左胯，当走后弧，重心右移。注意看这个位置，有很多同学喜欢这样一摆啊，右膝猛拧一下，这是常见错误。我们尽量不要拧。右脚脚尖在开步的时候，脚尖不是完全朝外的，它是一个微微里合的脚尖啊。所以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哎，右脚脚尖和右膝是不是还是同一方向？哎，同一个这个运化方式。摆到位了，好，合右胯，扣左脚脚尖，合左胯，两手顺势外蓬，踮脚跟部，两手对拉打开，还原放松下沉。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咱右脚脚尖都里合内扣了，那你的身体是不是想往正前方膨劲儿？你这个胯往下松，会有时候会别到膝盖，对不对？所以新架一路，由于咱右脚开步方向的问题，所以身法大都是以朝左斜前方45度来进行的，右手与右膝相合，左手与左胯相合。它这个开步螺旋和两手打开的方法，跟老架一路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为啥外形动作变化了呢？是因为我们打开之后，因为脚的前后距离变化了，新架更为突出上手螺旋外蓬的身法和下手螺旋下沉的捋法。就当时咱们讲老架一路的时候说，哎，这个斜行啊接白额亮翅，它是带有一个闪空的力量，哎，一合啊有一个这样的劲儿。那么新架可能就是把它表现的更加明显了，所以身法会微向左螺旋，把这个左手的后捋和右手的前蓬体现得更加充分。那么同样一点，我们能不能把身体完全摆正？可以，但是就要取决于大家在右膝开步的方向问题啊。你看领手相合以后，如果我们右脚往前，脚尖朝前的话，你一摆掌一上蓬，身法自然朝前，可以吗？也是可以的，但是其中的意义和攻防的尽力它就变得有所不同了。因为现在有很多老师大家都知道啊，每一个同学每一个老师学习啊包括教学的方式都不同啊，都不同，咱要这个容纳别家的一个内容啊，容纳别家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跟老师们强调，你开完步之后注意看啊，就是懒扎衣的动作，松完左胯，当走后弧，螺旋上蓬，对不对？你看下式一接懒扎衣，左手下合就可以了。但是上蓬的时候，左手没下合，合胯扣脚，把力从左边顺着右胯相合挪到右边，再松沉右胯，先向右转，再向左螺旋。右手的高度和右侧太阳穴齐平，左手的高度与左胯齐平，按在这儿就行。所以不管我们去怎么走身法，一定要记住，太极拳都是从咱们其中起势、金刚捣坠、懒扎衣、六风四臂、单边这5个动作所产生的身法运化。后边你看咱们在不管教斜行还是教这个击地锤，是吧？他们都有之前动作的影子，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大家学着学着，慢慢要明白其中的规律。好，这是我们的白额亮翅。